梅德韦杰夫就说人类已经发现了外星人，并且很大的程度上呢，人类已经被外星人给予了很多知识了。而梅德韦杰夫呢，还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就说他不能够说出我们当中现在有多少外星人，因为这会引起恐慌。随后他还告诉记者人们可以从俄罗斯的纪录片《黑衣人》当中寻找到更多的细节。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讲俄罗斯黑衣人下集。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那么在黑衣人的纪录片当中就说从1941年至今呢，全球范围呢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阴谋，那就是掩盖地球地外智慧文明的接触的真相，隐藏外星的技术，并使已经获得的知识呢为一小部分精英组织牟利。而这个组织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垄断，难道是光明会和共济会吗？而且外星的科技的信息只有极小一部分人知道，这些人被称为秘密社团，他们统治着世界。这个社团呢不只是美国有，全世界都有。在调查之后还发现俄罗斯呢也有黑衣人事件。第一个故事呢是在4世纪人类呢就曾经见过 UFO， 受到过不寻常的拜访。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苏联发生是最多的，欧洲也有少量。他们呢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黑色的外套、白色的衬衣、黑色的鞋子、黑色的领带、黑色的帽子，他们被称为黑衣人。他们对外星人目击事件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关于讨论外星基地的事情。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忘了他们看到的外星事件。但是相反的是这些造访的黑衣人引起了目击者更多的恐慌嘛。因为身穿黑衣服嘛，远远的看着很像个人，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是很奇怪，非常的尖锐。近看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从他们的鞋子里伸出一些线路和管子，仿佛像机器人一样。而他们的皮肤苍白，看不见眼白，随身呢带有各种不同的设备，就很像是电影黑衣人一样。其中一个案例就是一个退役的士兵叫 Victor， 曾经他说就号称见过黑衣人。他独自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曾多次遭遇了外星人的绑架。其中一次呢是在多年前一个很平静的夜晚呢，他说他和妻子在看电视，突然之间房间整个就陷入了黑暗，停电了，而且非常安静。于是他们就只好去睡觉嘛，明天再来看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那睡觉的时候他就说好像感觉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像是悬浮。他说感觉有什么东西将他从床上升起，然后慢慢的飘到了门口。他说到了门口我醒了，我就看到了天空就在我房子上空100米处有一架飞碟呢就悬停在上空，而且飞碟向维克多就射出了一道光线，想将他拉入飞船。然后维克多强烈的反抗当中妻子居然从家里冲了出来，将他拉住了。飞碟没有得逞之后就飞走了。从那之后呢，维克多就经常跟人提起这件事情。维克多就说因为他之后还参加了众多的外星的实验，外星人带他去了很多地球上的基地，而且外星人告诉他说自从地球诞生以来呢，外星人的基地就已经存在了。他们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控制我们星球的发展，并制止任何主动性会导致地球爆炸或毁灭的行为嘛。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要控制并调整地球上人类的进化。第三个目标呢，就是保护地球上的人类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行星撞击超新星爆炸等之类的情况。随后这个维克多还了解到很多关于地外文明在人类发展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当他想同朋友们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呢，黑衣人就开始拜访了维克多。维克多说这个黑衣人经常跟着我，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如果我的邻居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便会立刻消失。他们通常2到3人一组进行观察。维克多说我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仿佛被洗脑了，有些事情还是邻居告诉我的，仿佛这些造访者抹去了维克多的记忆。而维克多还说这些扮演黑衣人呢就是外星人自己，他们称他们自己为高度发达的类人型机器人，他们拥有极高的智力以及极大的潜力，他们可以早你几步知道你下一步的动作和思想，知道你下面想干什么，提前制止你，就像是他们有特异功能、读心术、瞬移一样。他们只要看你一眼你就会引起疼痛或者是抹去你的记忆。他说电影中的外星人与现实混在了一起，让人类难以分辨。俄罗斯的宇航员弗拉基米尔呢，毕生都倾注于太空飞行领域。他也观察到了奇怪的现象，黑衣人的存在。他曾经就见过黑衣人。他说早在苏联政府军事动荡期间呢，他坐火车到很远的地方工作研究。那么晚上呢，他就在火车上讲他在宇航员期间太空中看到的 UFO 事件给随行的同事们听。第二天一大早呢，就有人敲他火车卧铺的门。当他打开门，就看到一个身高大约2米戴着黑色帽子、穿着黑色衣服、白衬衫的人。他说那个人就拿的是旁边车厢的车票，但是他却跑到我们的车厢来了。
而且进来还跟我们聊天，聊了一会儿呢，他就突然提出让我把昨天晚上讲外星人的事件再给他讲一次。语言中呢还有很多奇怪的声音，像是尖锐的金属感。再仔细的看他的鞋子呢，突然里面就冒出一些线或者管子之类的东西。而且他的皮肤苍白，看不见眼白，都是黑色的。之后呢，突然之间我们就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呢，就忘记了所有的事情。那个黑衣人就这样消失了。从那以后呢，他只是极少的会谈论到飞碟。几年以后，他做了科学杂志的编辑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加里宁格勒的信。寄信人在信中就说他在一生之中曾经多次见过 UFO， 他决定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他寄给这个弗拉基米尔所有的原稿记载。但是呢，当弗拉基米尔收到信之后呢，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寄信人问他要 13.6 戈比，就是俄罗斯的一个货币单位嘛。他说自己将这些原稿寄出之后没饭吃了，所以想问这个弗拉基米尔要一些钱。就在这个寄信人回家的路上呢，这个人就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穿着黑色的衣服黑色的帽子，黑色的领带，走近了他，就对这个寄信人说我能给你一些钱吗？而且这个人言辞诚恳呢，于是这个寄信人就接过了那个钱。当那个人走以后他清点了一下他给他的钱呢，刚好就是 13.6 戈比。在他的信中跟他所要的钱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黑衣人要给他钱呢？难道是让他闭嘴吗？不要谈论飞碟了吗？在今天呢，地球上有可能有一半的人大家都相信外星人的存在，或者是曾经拜访过地球。但是 UFO 和黑衣人的事件相比过去50年代减少了非常多。根据军方人员的回忆解密文件得知呢，有一个美国的特别服务组在积极的控制着公众的意见。他们在1935年中情局初步行动中就制定了一套方案，就是如何将 UFO 事件解释成自然现象的话术。为了模仿飞碟呢，电视台和电影呢都广泛的拍摄，以及部分以现实为基础。就像是1949年的罗斯威尔事件宣传成一个气象气球。当大街上的人成为目击者之后他们就将他视为骗子或者疯子。而 UFO 的目击者通常都为了保住声誉或者是工作呢，就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在1978年，俄罗斯有一个 UFO 计划被称为网络，在1985年呢重新命名为地平线。俄罗斯的专家分析了早先收到的数据报告呢，研究就发现他们的军事设施也是 UFO 的目标。关于此件事件最著名的就是科尔巴山脉的战略火箭部队了，那里毫无征兆的出现了很多 UFO。当年这些 UFO 当时启动了核导弹系统，当时没有一个操纵人员可以停止启动命令，整个系统都受到了阻挡，直到 UFO 消失之后系统才恢复了正常。那么这件事情事后军方就开始担心来自于深层次的宇宙中有更强大的力量，于是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秘密研究中心是一个特别实验室，在苏联国防部的领导下呢，由22个科学研究组组成。因为看起来似乎有更高级的文明在控制着我们嘛，所以这些专家呢就从他们出现的地方，类似于放置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基地而得出了结论。在大型的水利基础设施那些地区呢，也有 UFO 的身影。很明显呢是他们在操控让我们不要对地球做出不利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在其他星球上他们估计呢也是存在的。所以空军多次接收到摧毁 UFO 的命令并回收碎片，但是当飞机接近 UFO 的时候对 UFO 的攻击总是无效的。一名叫亚历克斯的上校呢就亲自驾驶战机拦截过一艘 UFO， 那是在1982年的夏天他驾驶着飞机就飞进了一团不明的黑色云层当中。这团云层呢是出现在了俄罗斯基地的上空，云的半径有1英里，它就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雷达上呢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呢云层的下方的机场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而飞行员接近云层呢可能会搭上性命。但上校说当他飞进云层之后，飞机就立刻失控了，警报触发，他试图呢远离云层获得无线电联络，但是突然之间他的飞机开始自由下坠了，弹射座椅也没有反应。就在他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呢，奇迹发生了，他的飞机居然平稳的落地，他还活着。还有一次呢，他说也是开飞机接近一个不明飞行物这个东西呢发着亮光，当飞机接近的时候呢，他说我就进入了深层次的睡眠状态了，而且他说在接近这个物体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就不能动了，当我离开的时候呢，身体就恢复了知觉。之后呢，上校就开始负责收集此类的 UFO 信息了。而且就连太空中的设备呢，外星人也不会放过。俄罗斯的礼炮7号呢，是一座由前苏联建造的太空站，从1982年呢至1991年一直在近地轨道上工作。在1984年的7月12日呢，俄罗斯的3位宇航员列昂尼格、奥列格、弗拉基米尔在太空中就看到了一片火海。
起初他们还以为是电路短路自己的太空站造成的，后来才知道是外面传来的。外面的天空被橘红色的雾气所笼罩，十分的明亮。仔细一看呢，这些雾气居然都是人形的，它们背身双翼看上去就像天使一样，但是体型要大得多。宇航员们只见到了7个太空中的天使，但是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仅有短短的10分钟，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太空人呢，无法确定这究竟是真相呢，还是他们集体的一个错觉。所以在12天之后呢，另外的3名宇航员斯韦特兰娜和伊格尔以及沃尔克呢，也被送到了国际太空站。同样的事情呢，居然再次发生了。那些太空中的天使们再次闪耀着光芒，把我们几个弄得手足无措。那是一团橘黄色的光芒，隐约就能够看到7个人影。这些天使呢，高约80英尺，翼展呢堪比波音747客机。他们冲着我们笑了笑，像是在分享着一份平静和快乐，但也只停留了片刻呢，便离去了。当宇航员们返回地球的时候经过医疗检查呢，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生理上的问题。因此呢，关于集体幻觉的理论呢，就受到了怀疑。上述的消息是来源于1985年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同时呢，还有2万多幅此次行动的图片呢被随后公布。还有一名美国的宇航员也提到了天使般的外星人。哈勃呢在对 NGG 3532星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7个环绕着地球发光的天体。但是他们和前苏联在太空中观测到的外星人是否相同呢？目前还无定论。当史蒂文·格里尔博士和他的团队在2010年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博卡格兰德执行第5类接触实验的时候呢，同样有一种类似于发光物体的外星人就造访了，并拍到了照片。这个东西的颜色和形状看起来就和苏联宇航员遇到的非常相似。在1977年9月20日呢，前苏联还发生了一起不明飞行物事件。从这个哥本哈根到赫尔辛基再到海参崴呢，数以千计的人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因为那里有一个闪烁光芒的 UFO， 它向下射出了一道巨大的光束。它这个图像呢，就像是漂浮在天空中的一个巨大水母一样。这件事情在北欧还引起了警觉，他们写信给这个苏联并询问是否他们有核武器实验，以及这件事情对这个地区呢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等等。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苏联的宇宙955号卫星而造成的但是这是一个误会因为这一年苏联科学院研究了许多目击证人以及无线电站、气象资料等等，始终没有得出一个合理的科学结论。最后一个故事呢，是一位女英雄呢，名叫马瑞娜，她勋章满身几十年来不停地发声，希望短视的人类呢能够把目光呢投向更远大深远的真相。她出生于1931年的7月，曾2次结婚。第一任丈夫呢，帕维尔·波波维奇呢，就是前苏联的宇航员。马瑞娜以上校军衔呢，在苏联空军退役，是工程师兼飞行员。她是前苏联的一位突破音速实现音爆的女飞行员，试驾过40多种不同的种类的飞行器呢，并创下100多项飞行记录。飞行员呢，通常是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目睹 UFO 的，因为马瑞娜的职业生涯呢，让她累积了不少这样的经验。随着这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及推行的开放政策呢，所以前苏联对 UFO 的机密封锁比以往宽松了许多，公众呢就得以从知情者中得知更多的 UFO 消息，也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就站出来谈论相关的现象。在1990年呢，马瑞娜在旧金山的苏联领事馆举行记者会呢，在会中他就展示了一张雪茄型飞船的照片。那个飞船长15英里在美国也曾经被多次目击。而马瑞娜就宣称她亲眼就看见外星人与地球人混血的孩子的照片。在1991年呢，马瑞娜在洛杉矶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25年以来呢，苏联国防部一直在秘密的研究相关现象，他们现在开始解密一些文件了，但是非常缓慢，最后的公布时间呢将会被大大的延长，因为国家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嘛。当时的苏联解体于1991年12月所以政府正在努力的处理面包与内战的问题。他还说在我们国家虽然相关的研究这么多年了，但是信息呢只在小圈子里秘密的交流。如果有人尝试公开谈论 UFO 呢，要么就会被解雇，要么就会被送到精神病院。退休以后呢，马瑞娜专注于写作，一共出版了18本书。最著名的著作呢就是2003年的 UFO 公开信。他在书中就说苏联军方与民间飞行员一共有3000多次UFO 目击记录。莫斯科手里握有5架不同的飞碟残骸，那么这些飞碟分别是坠毁于通古斯、新西伯利亚、塔林、阿尔中尼启泽以及达尔涅戈尔斯克。在2014年呢，马瑞娜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加入公开 UFO 的行列。他说据他所知呢，美国的宇航员们也曾多次的目击 UFO，
马瑞娜的前夫呢就是苏联宇航员，所以马瑞娜应该很有可能是从前夫那里知道了很多这些方面的信息。目前呢，马瑞娜就跳出了国家视角，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开始思考 UFO 现象。他开始严正的关注地球的生态环境，外星文明在警告我们，地球的磁场呢已经衰落到了极端危险的状况，人类的生命即将受到威胁，全球的灾难将会很快发生。外星文明在麦田怪圈中呢也传达了相关的信息，也告诉我们如何的应对。所以马瑞娜在晚年就成为了环保主义者，也致力于精神上的追求。在2017年呢，马瑞娜以89岁的高龄与世长辞，官方以高规格的荣耀呢把她葬于了莫斯科。最后通过研究就发现呢，其实自从 UFO 出现以后呢，人类的技术发展在本世纪的下半段做出了巨大的进步。难道是先进文明将他们的经验加以转化，把同样的信息又传达给了发达的国家吗？人们常常看到飞碟会吸收大量的水，或者带有灯光飞行照亮地球，黑衣人的出现，以及美国有一段时间常常看到死去的动物被实验等等，这些都只是我们知道的一些碎片信息而已，我们无法拼凑出完整的 UFO 信息。但是呢，所有的军方和政府却对黑衣人以及 UFO 事件不感兴趣，这就非常的奇怪仿佛他们早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只有我们呢还在收集可怜的碎片而已。当然了，目前 UFO 和外星人呢还没有被证实嘛，所以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